我这还有卖剩的，都给您。这荷包倒是精致。我那儿好像也有只差不多的。奴婢斗胆问一句，武才人的那只荷包是从哪儿得来的？啊，是我娘家妹妹去西市从一个湖商熟人那里买来的。主大家要是喜欢，我可以嘱咐她，下次碰到的时候多买几只便是。奴婢只是倾心于绣着荷包的技艺，所以才斗胆多问了几句，万万不敢劳烦武才人。不碍事的。都一关，你的荷包给我瞧瞧。你自己做的？当然不是。那小顺子售卖的那批荷包，是你做的吧？所有荷包都是小顺子在胡商那儿买的。不肯说实话就算了，你们如此费力的撒谎，想必也是有苦衷的。我也无意再追问，只不过是想提醒你们一句：既然决定了要撒谎，可莫要露出纰漏才好。你这个荷包虽然做工精湛，但是是个旧的，看模样没有10年也有8载，而且用的不过是民间的寻常布料。小豆子售卖的那批，用的可是宫中上好布料新制的，卓大家不过是一时疏忽，才会被你们的小伎俩所蒙蔽。等他事后细细推敲起来，定会发现端倪。不过好在现在还有补救的机会，你们就用民间的寻常布料和旧布料混合在一起，重新制一批荷包分发出去。记得给我那儿也送一只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不几日卓大家便会找借口去我那儿查询荷包一事。到时候如果我没有，可就没有办法继续帮你们了。武才人真是神了。小二，裴郎君有何吩咐啊？把这面纱换了。这裴郎君有所不知，这上联是一位贵公子留下的，说要挑战长安才俊，
谁若能对出下联，他便奉上10日酒钱；若是对不出，那便是长安学子无能，还说要抄了我们醉香楼的招牌。雾锁山头，山锁雾，果然巧妙。昨日上午一场大雾，醉香楼被浓雾锁住，久久不散。这上联便是应景而作。那位公子说了，下联也需应景，方能与之成对。如今这2日期限眼看就要到了，小人实在不敢擅动，还请裴郎君体谅，另外寻个地方写吧。不，我偏就看中这儿。好功夫！是啊。走，去看看。过去。走，看看。走。您可来了，30年瓦藏牢就给您找出来了。好，2天期限已到，可有人对出了下联？咱醉香楼是长安才子文豪齐集之地，只是公子给的这2日期限，委实有些太短了。不妨再宽限个2、3日，到时候一定有人能够对出下联的。小二，在，这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居然敢把我家公子的上联给抹了？公子莫恼啊，公子的上联还在呢。不信您看啊，这是首藏头诗。笑问考生价几许，10年寒窗至满怀。这2句真的犀利，全篇针砭时政，简直字如刀剑。这是哪个狂徒写的？竟敢妄议大唐科举！这小人不通文墨，这诗文后面有落款，还请贵客自己看。守约？这守约是什么人？哼，这位守约是国子监4门学的学子，姓裴，名行简，字守约。守约文风犀利，才思敏捷，他的书法和武功在长安那可都是出了名的。哼，雕虫小技，若真有本事，就该对出我家公子的上联。妙啊，妙！哎，公子，哪儿妙啊？这裴行简明明对出来了。阿生，你看这儿，上联是首字，下联是倒数第3个字。我的上联是雾锁山头山锁雾，他的下联是酒入愁肠愁入酒。藏头诗不足为奇，可是能将这上下联都藏起来的，却是第一回见。好个裴行简，能匠心独运，想出这么精妙的对法，这醉香楼果然藏龙卧虎。阿生，给柜上支银钱，我要请他喝这30年的老酒。是。小二在，替我转告裴郎君，5日后约他醉香楼一聚。是，小人记下了。这笔锋也是有力道啊。
才人，窦医官到了。小的见过武才人。你是来送荷包的吧？拿来我瞧瞧。这与小顺子卖的荷包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是换了民间的旧布料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这批荷包都是你做的。武才人，多有惭愧，小的实在是有苦衷。在这深宫之中，谁还没有一些深埋于心、不能示人的苦衷呢？我不会勉强你的。才人，门口的内侍说，瞧见上福局的卓大家远远的过来了。果不其然，来得真巧。那日我说我也有同样的荷包，想必卓大家已经存疑了。这不，今日便来求证真伪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卓大家在我这儿得到了求证，想必对你是不会生疑了。松涛，从侧门送窦医官出去吧。武才人神机妙算，救了我和小顺子，小的欠您一个解释，有朝一日定会将所有苦衷告诉才人您。我见你心地善良，这才帮你。这次就当我替狄才人还了你知医的人情吧。师傅，武才人那儿竟然也有这样的荷包，可见小顺子和窦医官并没有说谎。这刺绣技艺果然是从西域那儿传来的。上福局拿了我们家娘子那么多好处，如今不过是请你们为他做最后一件心意，你们却这般推三阻四。上福局是给活人做衣裳的，哪有那么多闲工夫给仙世的贵人做衣送行？哼，上福局的技艺和人品我还瞧不上呢。听说不入院的窦医官身怀制衣绝技，无论从技艺还是人品，都强上你们千百倍。我去求他去。方才你说窦医官会制衣，可是真的？错不了，是狄才人的贴身宫女告诉我的。狄才人病故，武才人带了新衣前去送行，可谁知这狄才人早就穿上了美轮美奂的华服。武才人细细问了才知，这狄才人的衣服竟是出自不入院的窦医官之手。师傅，照他这么说，武才人和窦医官竟然是旧相识。您是不是因此疑心武才人会帮窦医官和小顺子扯谎？没错，最初那个荷包也是在窦医官那儿捡到的。更何况，他居然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制衣高手。不对，这一定不是巧合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必须要弄个明白。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。窦医官是贞观12年7岁入的宫。这档案上没写他爷娘是什么人，又是怎么入的宫？窦医官无爷无娘，是孙德成出宫办事的时候从街边捡来的孤儿，本想晋升做个小内侍，只因不入院缺一个司管疫病的医官，所以孙德成让他学了点医术，补了不入院的缺。无爷无娘，哼！七娘，今年咱们上福局要的新人，内侍院可曾分配下来？还没呢，想来就是这1、2日了。刘内侍，这不入院虽然不是什么体面的地方，可也不能随便往里面塞人呐。
手脚不干净、心术不正的，我不收。哎呀，孙内侍，魏林呢，本来是个机灵又能干的人，这次呢犯了错，要不还能往上窜呢。缺人的地方多了，不入院又不缺人，你干嘛非往我这儿塞呢？哎呀，他既然不入院不缺人，那孙内侍可否将斗衣官让给我呀？卓大家说笑了。斗衣官是我的义子，是不入院专司防疫的医官，不入院缺他不可。都说斗衣官在制衣刺绣上颇有灵气，就连武才人都对他的技艺刮目相看呢。我想为他破个例，调他去上服局好好调教调教，总好过他在不入院做个防疫医官吧。我的人我自会调教，卓大家就不必费心了。哎，还不赶快跟上！是。卓大家，刘内侍，小豆子，小豆子，哎，阿翁，阿翁，再过10日才是我的生辰，您是不是记差了？吃长寿面之前，先给你娘磕几个头吧。安大家，这再过10日，就是琉璃18岁的生辰了。我本来想，遵照你生前的嘱托，等他年满18岁再送他出宫。可是不行啊，琉璃实在是太像你了，随随便便做件衣服、绣个花，就能惊着旁人，根本藏不住。如今，实在是不能再等了。这不，今天早晨我去了趟太医院，告了他一状，说他生性顽劣，不服管教，请太医院把他赶出宫去。阿翁，哼，就你这点三脚猫的艺术，人家太医院根本就没把你当自己人，顺水推舟，就把责任推给了内侍院。我刚刚找过刘内侍了，他已经答应放人，你赶紧准备准备吧。阿翁，可我舍不得你。小豆子，小豆子，师傅你也在啊？什么事啊？这么慌慌张张的？内侍院刚刚发来批文，说要调小豆子去上服局当差。上服局？什么？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出来，出来。给，用力，1、2、1。我去套马车，你快去把小豆子带过来，记着，千万别让人看见。走。好。
小豆子，别管我，只要我醉死在服就算了。扶过去，扶过去。小豆子，你那么喜欢制衣，去上服局里给贵人们制衣不好吗？不好。那总好过在这里偷偷给死人制衣吧。师傅对你那么好，就是因为一时生气才会赶你走，又不会真的气你一辈子。小桂子，你坐着说话干嘛？你给我站起来，站起来说话，站起来！小福子、小桂子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呢？师傅到处找你们呢，都找到内侍院去了。啊！走走走走走走。小豆子，他们走了。走了，快跟我走。记住，进了棺材就是死人，除非阿峰喊你起来，否则一动都不能动。记住了。嗯。还有啊，这棺材上我俩给凿了个洞，透气用啊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3包银钱财物，1包是你娘留给你的，也是时候还给你了。还有2包是我和小顺子的积蓄，你留着以备不时之需。小顺子，你才几个月前，哪来的积蓄啊？你让我把那些荷包都送出去，我多了个心眼儿，把它们都高价卖了。哎，这是小顺子的一片心意，就收下吧。小顺子，来，赶快把棺材给盖上。来，来。花公子，您来了。公子这边请。请公子，裴郎君就在上面。见过裴郎君。我家阿郎今日因故不能前来赴约，命小人前来告知，还请裴郎君见谅。既如此，就请你带你家阿郎饮了这杯。请。谢裴郎君美意。以你武功的造诣，若是参加武举考试，定会前程似锦。为何甘愿在他人门下做一名侍从？恕我冒昧，请问你家阿郎究竟是何身份？为何行踪如此神秘？我家阿郎出身名门，家教甚严。如今老爷病重，阿郎为老爷事急，不敢擅离，因此爽了裴郎君的约。阿郎说，如果要见你，自会差人告诉醉香楼。小人还要回府复命，先行告退。复命？我倒要看看，你上哪家府上复命？师傅，潘内侍，您
这是？孙内侍，对您不住了啊，还愣着干嘛呀？给我拿下！是，不是，哎，潘内侍，不，哎，有人举报小顺子夹带宫外物件私下贩卖，有违宫规，是要治罪的。走，把人给我带回去。不是，我说，师傅，潘内侍，师傅，你一定要救徒弟啊！潘内侍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师傅，老实点，走，潘内侍，潘内侍。阿梦，你放我出去！小顺子是因为我被抓的。阿梦，阿梦，你放我出去！我要去找他。别喊了！阿梦，这，阿梦，你放我出去！这，阿梦，阿梦，阿梦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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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打开！你看，我不是不愿意打开，这个人得的是10亿，宫里怕传染，所以才让我把他给弄出去。不信我打开给你看看。哎，走。哎，好啊。这。撤！撤！快让开！小豆子，你没事吧？阿翁，这是怎么了？阿翁，我回宫，我会去救小顺子。回来！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就凭你一个削了职的小医官，你怎么救他呀？那我也要回去和他同甘共苦。小顺子是因为我被抓的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。你这么做只会害了他。小顺子为什么被抓呀？还不是因为你的荷包露了馅儿。你回去不但帮不了他，还会害了更多的人。所有跟你身世有关的人，所有替你保守秘密的人都会受牵连。你要不想连累他们，就走得远远的，越远越好。
那小顺子怎么办呀？他胆子那么小，一个人在大牢里得多害怕呀！哎，没事儿，你就放心吧，阿翁啊，一定能把小顺子救出来。这内侍们私下贩卖宫外小物件，也不是什么大罪。这副总管潘琴海是出了名的贪财，只要拿钱打点，就一定能把小顺子救出来。走吧。阿翁，琉璃永生永世都不会忘了阿翁的养育之恩。等我落定脚跟，能赚钱养活自己，就想办法接您出宫，好好孝顺您。快起来，孩子，你有这份心，阿翁就心满意足了。记住啊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都万万不可暴露你自己的身份。出了长安城，就直奔西周。你要是能顺利出城，就在那城门外边，给阿翁做个记号，好让阿翁放心。我记住了。阿翁，琉璃王后不在您身边，您老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哎，走吧。阿翁，一定要牢记你阿娘的话，好好活下去，不要报仇，过平安自由的生活。谢谢客官，您慢走啊。客官，您随便看看。掌柜，哎，客官，这套衣裙我要了。哎呦，客官，您真是好眼力啊！
这件只需10民钱。糟了，我包裹呢？哼，没钱就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这玉佩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，能不能用它换了这套衣裙？求求你了！好吧，既然客官遇到了难处，那我就吃点亏，换了。谢谢掌柜。姑娘，来买布吗？姑娘，你买不买啊？包裹由四门学裴行俭暂款，四门学。这位子子，请问四门学怎么走啊？你呀，一直往前走，穿过宠化坊，再穿过西市，路过一家如意假鞋店，下个路口往东一拐就是了。卖花喽！卖花！宠化坊，如意假鞋。近乡情怯原来是这种滋味。11年了，不知阿爷可安好？是不是还住在崇华坊的库迪家旧宅？小娘子，可是有事？你是阿爷？阿爷，你认错人了，小娘子是来寻人的吧？物是人非了，你要寻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。小娘子恐怕是与故人分别的太久，某劝你一句，相安无事便是福，不要强求团聚，害人害己了。
多谢先生教诲。先生误会了，小女子在阿娘过世后，在这世上再无其人。我无人可学，亦有自知之明，不会打搅到不相干的人。